公元234年，卧龙卧于病榻，气息微弱。北伐未尽，先帝之徒。卧龙的意识被未知能量捕捉，穿越回公元197年。没死啊，这是17岁的身体啊。宿主卧龙，重生时间公元197年，绑定天机历史 AI 系统。系统重生，核心规则：历史可改写，但蝴蝶效应不可预测。宿主可选择遵循史册轨迹，或开辟全新未来。遵循史册中5丈原悲剧，改写历史，又不知会引发何种灾难。预警：3年内，曹操将血洗徐州，数十万百姓殒命。徐州，绝不能重蹈覆辙。司令，胜利3成，深耕易操作，大家不妨一试。老式农具耕地效率低下，卧龙改良出屈原礼物。村民认可度加10，声望值开启。听闻卧龙少年聪慧，敢与我等对弈棋局。棋局如博弈，需算尽先机，晚备现成。卧龙借助系统分析的博弈论思路，步步为营，很快反败为胜。名士们面露惊色，后生可畏，真乃小神童也。关键人物刘备已离开公孙瓒，正向青州进发。刘备终于要来了吗？家族长辈因土地划分问题争吵不休，互不相让。嘿！诸葛亮运用心理学技巧，先共情双方难处，再提出公平划分方案。诸位长辈皆是为家族着想，不如按人口与劳作贡献划分，既公平又能激励众人耕作，何乐而不为？黄月英抱着一个机械零件走进来。卧龙，听闻你聪慧过人，我这木牛雏形的零件，你能帮我改进吗？卧龙看着零件，结合系统中的机械知识，提出改进建议。你懂得竟如此之多，我乃墨家传人，专攻机械，不如我们合作？过所愿也。我们可先研制一款省力的远程武器。两人开始绘制图纸，
图纸上是连弩的原型。卧龙与黄月英组装好连弩原型，进行试射。箭矢连续射出，精准命中靶心。好厉害的武器！有了这个，重地防身的不怕了。系统提示：声望值大幅提升，襄阳氏族认可度达标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光有这些还不够，要改变乱世，还需要更强的力量。补充提示：刘备已抵达青州，收拢散兵，势力出城。刘备，我该何时与你相见？你若有图谋，我墨家机械之力可助你一臂之力。夕阳下的青州方向，隐约有军队身影。紧急提示：曹操以借口复仇，率军攻打徐州，屠城倒计时3个月。不好，必须立刻赶往徐州。我与你同去，我的机械装置或许能派上用场。两人连夜收拾行囊，牵马出发。多谢，谢谢。曹军太凶猛了，所到之处烧杀抢掠，我们快逃吧！加快速度，必须在曹军攻城前通知徐州守将做好防备。此时，曹军先锋部队逼近徐州城，火光冲天。卧龙终于赶到，向徐州守将陈登说明曹军动向与屠城意图，献上防御计策。你一个少年，如何得知曹军动向？我有特殊方法预测战局，若不相信，3日之内曹军必至城下。陈登半信半疑地布置防御，但士兵士气低落，准备不足。3日后，曹军果然攻城。陈登按卧龙计策防御，虽暂时击退曹军，但曹军绕到侧门，攻破城门。徐州城破，鸡犬不留。警告：历史自我修正力生效，
屠城仍将发生，形势变更为侧门破城。为什么？我明明提前预警了。卧龙，你人在哪儿？快走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！曹军入城，烧杀抢掠。卧龙与黄月英在混乱中穿行，看到少年徐庶正在被曹军士兵追杀。救命！是徐庶，不能让他死在这里。卧龙运用智谋引开曹军士兵，黄月英用机械装置绊倒追兵，两人救下徐庶。多谢二位救命之恩，我叫徐庶，敢问恩人姓名？卧龙，我终于明白，单纯预知历史无法改变人性的贪婪与残暴。想要阻止悲剧，必须建立新的秩序。你想怎么做？先培养力量。寻找真正能托付的明主。我愿追随先生共创大业。刘备、关羽、张飞三人骑马来到卧龙岗，四处询问卧龙下落。请问老乡，可知卧龙先生住在哪里？前面草屋便是，但先生好像出去了。一个山野村夫，还要我们亲自来找？三弟不可无礼，卧龙先生乃名士，我当亲自等候。卧龙其实在草屋后院，通过系统看到刘备三人的身影，眉头紧锁。刘备，按历史我应辅佐他，但系统显示蜀汉最终还是会灭亡。你在犹豫是否见他？我怕重蹈覆辙，先回避他，看看他的诚意。卧龙转身离开后院，留下空无一人的草屋。卧龙不在，把书信留下吧。备乃中山靖王之后，愿求先生辅佐，兴复汉室。改日再来拜访。又是这种小事，我们还是找卧龙要紧。百姓之事无小事。老人家，你的牛丢了多久了？我帮你寻找。刘备亲自帮老妇人寻找耕牛，关羽、张飞无奈跟随，最终找到耕牛，老妇人感激涕零。
刘备三人来到草屋，卧龙仍不在，却留下一封书信。若兴汉需牺牲百姓利益，当如何抉择？兴汉可为百姓，若牺牲百姓，兴汉毫无意义。我愿以仁德为本，善待百姓。刘备仁德考核通过。第一步通过。先生，接下来考什么？考魄力。刘备三人三访茅庐，途中遇到卧龙安排的魄力考题，一伙山贼拦路抢劫。快走！看我收拾这些山贼！不可硬拼，先保护百姓，再智取山贼。刘备指挥关羽、张飞保护百姓，自己与山贼谈判，拖延时间，最终配合关羽、张飞击退山贼。多谢三位英雄救命之恩。刘备三人终于见到卧龙，卧龙展示 AI 生成的蜀汉灭亡影像。夷陵之战大败，刘禅投降，五丈原悲剧重演。这是未来，是按历史轨迹的未来。你若只想兴汉，最终只会是这个结果。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放弃旧的兴汉思路，创造一个永续之国？北愿追随先生，不求虚名，只求天下百姓安居乐业，共创永续之国。好，从今日起，我辅佐你。卧龙向众人展示兴隆中对内容。传统隆中对只论地理与诸侯博弈，却忽略了根本。想要建立永续之国，必先强民生、兴科技、育人才。先推广改良农具，兴修水利，提高粮食产量，再发展基础工业，打造更先进的武器与生产工具。同时广纳人才，建立梯队培养体系。先生所言极是，被完全赞同。但目前我们势力薄弱，该从何处着手？荆南4郡，那里远离中原战乱，土地肥沃，适合建立试验区。但荆南4郡名义上属于刘表，我们直接攻取是否不妥？非攻取，而是协助当地百姓发展，获得民心，自然能立足。黄月英带领众人改进连弩，批量制作改良农具。改良后的连弩射程更远，射速更快，适合小规模部队使用。这些改良农具足够初期推广使用。我已联络了一些徐州逃难的义士，愿意追随我们前往荆南。
众人收拾行囊，准备出发前往京南。先生，我们出发吧。京南将是我们的起点。京南试验区计划启动，声望值提升，获得初始资源支持。终于可以干一番大事业了！检测到异常能量反应，位置江东孙权身边。什么？先生怎么了？异常能量反应与宿主重生能量同源，疑似其他重生者。卧龙示意众人停下，登上山坡。光幕展示江东孙权的位置与异常能量波动图。孙权身边出现了和我一样的重生者，难道还有其他人也带着未来的记忆回来了？不仅如此，对方的能量反应很强，可能也有类似系统的辅助。江东孙权府邸，一名神秘人站在孙权身边。没想到你也重生了，这场游戏越来越有趣了。不管是谁想要破坏我们的计划，我都不会允许。加快速度前往京南，尽快建立根基。曹操统一北方后，必南下江东。我等需与孙权结盟抗曹。我愿出使江东，促成联盟，但孙权身边有异常能量反应，此行凶险。我与你同去，我的机械装置可防身。卧龙奉刘使君之命，特来商议联吴抗曹之事。检测到异常能量反应，来源周瑜，疑似兵家传承系统。卧龙先生远道而来，不知对当前战局有何高见？曹军虽强，但北人不习水战，我等若联手，胜算可期。江面风急浪高，周瑜单独约见卧龙。卧龙先生，你我皆是天选之人，何必伪装？周将军果然有奇遇，兵家传承系统，
可推演战局，决胜千里。你这系统想必也不简单。不如我们推演一番，联吴抗曹的胜率如何？卧龙的天机系统光幕，周瑜的兵家传承系统光幕并列，各自推演战局走向。联盟胜率60%，但需精准把控天时地利。我亦如此推演，但我皆需提防对方。这场合作不过是权宜之计。在卧龙与周瑜的共同推动下，孙权最终决定联刘抗曹，双方签订盟约。曹贼篡汉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我愿与刘使君联手，共破曹军。大臣们纷纷附和，联盟正式成立。周瑜的系统很强大，你要多加小心。我知道，而且我总觉得除了周瑜，还有其他系统持有者隐藏在暗处。检测到未知能量反应，来源不明，疑似第三方系统。果然还有其他人。曹军水战相连，是用火攻，但当前风向不利，如何是好？众将议事，正在为破曹风向发愁。我已推演多日，仍未找到合适的风向时机。3日之后必有东南风，我已准备好催雨装置，可辅助调整局部风向。这装置利用热胀冷缩原理，可局部改变气压，引导风向。天机系统已精准预测气象变化，3日之后东南风必至。卧龙的能力远超我的推演。
黄月英带领工匠们赶制猛火油柜与信号火箭。猛火油柜可喷射火焰，烧毁曹军战船。信号火箭用于传递作战指令，精准协同。卧龙走来查看制作进度。很好，赤壁之战胜负就系于这些利器之上。科技装备制备完成，作战胜率提升至75%。士兵们进行火器演练，猛火油柜喷射出熊熊火焰，信号火箭升空，划出一道红色弧线。此等利器，破曹必矣。卧龙先生真是奇才，竟能造出如此厉害的武器。为破曹大业，何惜此力？卧龙周瑜，你们的计划我早已洞悉。东南风如期而至，孙刘联军战船扬帆起航，冲向曹军水战。发射信号火箭，下令火攻。信号火箭升空，猛火油柜喷射火焰。曹军战船纷纷被点燃，火光冲天。着火了，快跑啊！调整战船阵型，避开曹军火攻反击。卧龙的天机系统推演联军进攻路线。周瑜的兵家传承系统调控江东军队攻防。郭嘉的滚龙系统推演曹军反击策略。左翼军的迂回，包抄曹军后路。下令弃船登岸，组织步兵抵抗。曹军大败，战船烧毁殆尽。曹操带领残部仓皇逃窜。卧龙与周瑜站在指挥船上，望着溃败的曹军，神色各异。胜利了，我们打败曹军了。没想到你们竟有如此实力，不过游戏才刚刚开始。检测到卧龙、周瑜系统能量波动，可伺机挑拨离间。第三方系统持有者身份确认，郭嘉历史已改变，未死，持有鬼谋系统。郭嘉，他竟然没死。
卧龙单独约见周瑜，两人相对而坐。周将军，国家未死，持有鬼谋系统，你我皆是他的目标。我已知晓，系统持有者若直接对决，只会两败俱伤，让郭家渔翁得利。不如我们达成临时协议，系统持有者不直接交手，先联手应对第三方威胁。周瑜沉吟片刻，点头同意。可以，但协议仅针对系统对决，你我之间的阵营之争日后再算。两人握手，达成临时协议。临时协议生效，系统持有者直接对决限制开启。工匠们忙碌着搭建工房。卧龙与黄月英主持墨工房奠基仪式。墨工房将主导科技研发，推动农业、工业、军事全面发展。我已规划好研发方向，先研制第1代计算器，再改良造纸术。黄月英带领工匠们研制计算器。这款计算器采用齿轮传动原理，计算速度远超算盘，可辅助制定战略、统计粮草。造纸术也得到了改良。改良后的造纸术可降低成本，推广知识传播，为人才培养奠定基础。科技研发进度提升，历史偏离度增加5%。卧龙与黄月英正在举行婚礼，刘备、关羽、张飞等前来祝贺。恭喜先生与月英姑娘喜结连理，祝二位永结同心。恭喜恭喜！宾客散去，新房内温馨浪漫。突然，警告：历史偏离度已达10%，过度改变历史可能导致时间线崩溃。时间线崩溃会怎么样？可能会导致我们所有人消失，一切回归原点。
卧龙、刘备、庞统等率军入川，队伍行进在崎岖的古道上。卧龙，入川之路凶险，我们需多加小心。我已让系统推演过路线，落凤坡一带需重点提防。历史偏离度已达15%，时间线稳定性下降，频繁警报开启。情况不妙，历史修正力可能会反扑。队伍休整之时，卧龙召集刘备、庞统议事。系统提示历史偏离度过高，接下来的行程可能会出现意外。落凤坡是关键节点，庞士元，你去避开此路。卧龙多虑了，我自有分寸。士元，还是听卧龙的吧，安全第一。主公放心，我会小心的。卧龙看着庞统，眼中满是担忧。庞统不听卧龙劝阻，率军经过落凤坡。突然伏兵四起，箭矢如雨，不好，中埋伏了！军师受伤了，出事了，加快速度！庞统遇险，历史关键节点触发。选择1，救庞统，历史偏离度进一步提升。选择2，不救，维持历史节点，时间线稳定性回升。卧龙率军赶来，看到倒地的庞统，内心陷入挣扎。救他可能导致时间线崩溃，不救我怎么眼睁睁看着只有殒命？卧龙，不必管我，快走！不行，我不能让你死！卧龙下令全军反击，救下庞统。历史偏离度提升至20%，历史修正力即将反扑。卧龙救下庞统后，军营内突然传来警报。主公，不好了！刘璋势力突然加强，率军包围了军营。怎么会这样？刘璋的兵力怎么突然变强了？是历史修正力反扑，我改变了庞统的命运。历史用这种方式进行修正。众人冲出军营，抬头望去。天空出现异常星象，星辰位置错乱，发出诡异的光芒。警告！来自公元3000年的时空信号入侵，时空稳定性濒临崩溃。卧龙周瑜多家同时抬头望向异常星象。公元3000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卧龙与黄月英查看新研制的机械装置，突然天空扭曲，一道光柱落下。卧龙、黄月英
停止你们的历史篡改行为！一名身着银灰色奇异服饰的男子出现。你是谁啊？来自何处啊？警报！检测到高纯度时空能量，身份未知，疑似来自未来。我是时间管理局使者，负责修正被篡改的历史轨迹。刘备、关羽、张飞也闻讯赶来，使者被请入厅堂。你们的系统投放是未来文明的人类抉择数据收集实验，多个历史时期均有类似投放，目的是观察人类在既定命运中的选择。我的命运岂能沦为你们的实验？历史有其必然性，过度篡改将导致时空崩溃，你们必须回归原轨迹。若历史不可改变，你们为何还要干预？这本身就是矛盾。卧龙选择与使者单独对峙。历史必然性是宇宙存续的基础，自由意志不过是假象。你们所谓的改变，只是实验变量的一部分。不对，人类的选择绝非预设变量，徐州百姓的生死、赤壁的胜利，都是我们拼尽全力的结果，绝非实验数据。我们的命运由我们自己掌控，无需你们指手画脚。使者将全息投影切换为多个历史时期的系统投放画面。过往实验中，所有试图改变历史的个体，最终都被历史修正力吞噬。你们的挣扎毫无意义。我不信宿命，天机系统告诉我，历史可改，未来可期。检测到使者内心波动，时间管理局内部存在分歧。你并非真心认同历史不可改，对吗？我只是执行任务。深夜，使者避开众人，偷偷与卧龙会面。你猜对了，时间管理局内部分为两派，保守派认为应严格维护历史必然性，革新派则支持人类应有改变命运的权利。你是革新派？我只是不认同保守派的极端手段。这是一份时空稳定性数据，可帮你预判历史修正力的反扑。数据验证通过，可精准预测历史修正力爆发节点。保守派已察觉到我的动摇，我必须尽快离开。记住，你们的抗争也是我们革新派的希望。不管是实验还是宿命，我都会走出属于人类的未来。我们一起面对。刘璋军队已经包围刘备军营，攻势猛烈。主公，刘璋军队突然变强，我们快抵挡不住了。卧龙，怎么办？根据时空数据，刘璋军队的强援将在5时抵达，我们需在之前突围。
卧龙指挥军队利用莫攻防研制的机械防御装置抵挡攻势，同时安排关羽、张飞率领精锐部队迂回包抄。集中火力，突破西南防线，那里是刘璋军队的薄弱点。系统光幕结合晶体数据，实时推演战场局势，标记出最优突围路线。50未到，刘备军队便以成功突围，避开了刘璋的强援。哇！你竟能预知我的部署！这不是预知，是我们自己争取的生机。今我等已稳据益州、荆州。刘备、卧龙等召开北伐动员会。当北伐中原，兴复汉室。此次北伐，我们有秘密武器——半自动木牛流马运输车队、指南车导航系统。半自动木牛流马可提升粮草运输效率3倍。指南车确保行军不迷路，木牛流马无需人力牵引，可自动行走。指南车无论转向何方，指针始终指向北方。此外，我们还建立了后勤管理系统，利用统计学优化粮草配送，避免浪费。北伐科技装备部署完成，作战效率提升40%，历史偏离度加1%。每一次进步都要付出代价，但我们不能退缩。荆州参谋学院内，马谡与其他学员正在学习统计学、战术推演等课程。街亭之战，原历史中马谡涉水上山，导致大败。若运用新式防御战术，该如何部署？应依托地形构建多层次防御工事，派精锐部队守护水源。同时利用信号系统与主力部队联动。马谡带领学员进行战术演练，模拟街亭防御场景，运用新式防御工事与信号系统，成功抵御敌军进攻。马谡已非昔日鲁莽之人，参谋学院的培养初见成效。人才培养体系生效，战术革新完成，历史偏离度加1%。先生，我已准备好，愿随军北伐，戴罪立功。好，街亭防御就交给你。司马懿率军攻打街亭，看到了马谡的防御部署。
揍小二，竟学了些花架子，以为这样就能守住街亭。司马懿下令曹军进攻，马谡沉着指挥，利用防御工事抵挡曹军攻势，开启弩箭阵，守住水源，援军很快就到。信号火箭升空，召唤援军。曹军久攻不下，损失惨重。此时，卧龙率领援军赶到，曹军仓皇撤退。街亭之战胜利，历史关键节点改写，历史偏离度加1%。正好。北伐军队连胜数场，士气高涨，士兵们欢呼雀跃。有卧龙先生的新式装备和战术，我们一定能攻克中原。卧龙站在帅帐外，望着欢呼的士兵，却眉头紧锁。警告：历史偏离度持续升高，时空稳定性进一步下降，可能引发未知时空灾难。是不是系统又警告了？每一次胜利都在加剧时空的不稳定，但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卧龙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我们都要坚持下去，为了天下百姓。主公放心，我会想办法平衡历史改变与时空稳定。夜色深沉，卧龙周瑜、郭嘉分别带着亲信秘密会面于山谷中。卧龙先生，你约我们来有何要事？难道不怕被各自的主公发现？此事关乎天下格局，更关乎我们自身的命运，必须秘密商议。我们的系统看似不同，实则同源。我的天机系统，你的兵家传承系统，郭奉孝的鬼谋系统，都是同一 AI 的不同子系统。卧龙先生何出此言？卧龙用光幕展示系统底层代码。我已破解部分系统代码，发现了共同的核心逻辑，观察不同价值观领导者如何改变历史。原来我们都是被观察的对象。不仅如此，时间管理局保守派已视我们为眼中钉，可能会发动大规模干预。郭嘉开启鬼谋系统，验证卧龙的发现。代码匹配中。代码匹配。没想到我们竟是同门师兄弟，既然都是被针对的对象，确实需要合作。但我们分属不同阵营，如何合作？总不能让我们放弃各自的主攻吧？我们无需放弃阵营，
而是建立科技共享同盟，共享农业、工业、军事科技，加速华夏文明发展。只有文明强大，才能抵御时间管理局的干预。卧龙提出科技共享同盟方案，比如我的后勤管理系统、你的水军战术、波凤校的情报分析系统，都可以共享优化。这确实是个好主意，但如何保证同盟的信任？我们可以用系统核心逻辑作为担保，若有一方背叛，系统将自动触发警告，告知另外两方。协议输入中。天机系统、鬼谋系统、兵家传承系统、同盟协议生效，科技共享通道开启，背叛预警机制激活。科技共享同盟成立，文明发展速度提升30%，历史偏离度加2%。同盟成立，从此我们既是对手，也是战友。与卧龙、郭家合作，风险与机遇并存，但为了抵御时间管理局，值得一试。卧龙的想法不错，但只要对我有利，同盟随时可以改变。同盟成立了。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。郭凤校心思深沉，周瑜也有自己的算计。卧龙正在研究同盟共享的系统数据，突然系统光幕剧烈闪烁。权限提升，隐藏资料解锁，5丈原意识捕获事件真相。5丈原，难道不是意外？还是百姓？年轻的我，这是我为你设计的天机系统。我知道你会在5丈原遗憾落幕，所以选择让你重生，改变历史。未来的我安排了这一切。卧龙，原来改变历史本身就是我的宿命。如果改变历史是你的宿命，而宿命本身是历史的一部分，什么是真正的自由？卧龙还在沉思自由与宿命的问题，突然所有系统同时发出最高级警报。天机系统、兵家传承系统、鬼谋系统，警告：时间管理局保守派发动时间锚定攻击，试图将历史强行拉回原轨迹。天空出现巨大的时空裂缝，裂缝中伸出无数金色锁链，向地面延伸，试图捆绑整个荆州城。卧龙，放弃抵抗，历史不可改变，时空稳定高于一切。周瑜国家启动同盟科技，共同抵御攻击。
周瑜郭家分别在东北方启动同盟共享的科技装置3道光柱通天起，金色锁链碰撞。宿命由我不由天，即使改变历史是宿命，我也要选择自己的方式完成。原本波涛汹涌的赤壁江面突然狂风骤起，江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结冰，战船被冻在冰层中。怎么回事？夏天怎么会结冰？卧龙黄月英盯着时空波动检测仪，红色警报正疯狂闪烁。时空能量异常紊乱，赤壁、长江都是历史关键节点，现在正在被固化。这是时间管理局的威慑，他们在强行锁定历史轨迹。历史关键节点固化启动，时空稳定性提升，但文明发展自由度下降90%。立刻联系周瑜，郭嘉3国必须联合应对。卧龙、周瑜、郭嘉分别带着3国智囊团齐聚刘备、孙权、曹操的代表列席。赤壁结冰，长江改道只是开始，若不联手，我们的势力都会被历史修正力吞噬。伪谋系统检测到，后续还会有更多关键节点固化，甚至可能抹杀我们这些变数。此时，卧龙提出成立异常事件应对司。应对司由3国智囊联合组成，负责监测时空异常，制定应对策略，统筹科技研发。无论阵营差异，先保文明存续。3国代表交换意见后，纷纷点头同意。我主同意，愿调出精锐智囊加入应对司。好，应对司总部设于荆州，即刻启动运作。黄月英带领着科研团队，成功调试时空波动探测器。成功了，这就是时间线的可视化形态。红色线条是原历史轨迹，蓝色是我们现在的时间线，焦点就是正在固化的关键节点。卧龙、周瑜、郭嘉围在探测器旁，正在观察可视化时间线。红色线条正在吞噬蓝色线条，一旦完全重合，我们所有的改变都会消失。接下来，我们可以针对性研发干扰装置，破坏节点固化。探测器能精准定位固化节点的能量核心，这是我们反击的关键。
时空波动探测器研发成功，应对时空异常能力提升60%。慢点，小心打滑，往这边走。应对司团队抵达赤壁，卧龙周瑜指挥着士兵疏散被困战船，黄月英正在安装临时干扰装置。干扰装置将发射高频能量波，破坏固化节点的能量平衡。倒计时，3、2、1，启动。干扰装置发出高频声波，冰层开始震动碎裂，江水重新流动。冰化了，我们成功了！首次反击成功，但这只是前哨战，时间管理局绝不会善罢甘休。远处天空突然闪过一道金色光芒，天空再次出现时空裂缝，比之前更加巨大。金色光芒笼罩大地，时间管理局的机械音响彻天际。最后通牒：限7日内回归原历史轨迹，否则启动华夏文明重置程序，抹除所有异常改变。三国的3位君主齐聚帅帐，共同商讨对策。重置文明，意味着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将归零，百姓也会回到流离失所的乱世。但若回归历史，我们江东的发展也会停滞，之前的科技革新都会消失。一边是文明存续，一边是自由发展，该如何抉择？这不是选择题，而是生存题。重置后的文明不过是重复悲剧，绝非真正的存续。回归历史至少能保住性命，抗争可能导致文明彻底毁灭，得不偿失。三国大臣围绕着回归抗争进行着激烈争论。我们已经走出了不一样的道路，有了更先进的科技，更安稳的百姓，绝不能放弃。我一生求全，但若权柄建立在重置后的乱世，又有何意义？可我也怕我的选择会让整个华夏陪葬。江东子弟历经战乱，才得以安稳。我不能让他们再回到水深火热之中，但抗争的胜算实在太低。
卧龙，你觉得我们有胜算吗？只要三国同心，凝聚所有力量，就有一线生机。三国将士百姓齐聚教场，卧龙慷慨陈词。诸位，时间管理局说历史不可改变，说我们的抗争毫无意义。那我想问，历史是什么？历史不是用来服从的经文，而是用来超越的阶梯。从改良农具到科技兴邦，从赤壁大胜到三国同盟，我们用双手改变了命运，让百姓过上了安稳日子。这样的文明值得我们用生命去守护。守护文明，抗争到底！开始吧。三国君主坐于议事桌前，进行最终表决。备议已决，为了天下百姓，为了华夏文明，愿与诸位同心协力，抗争到底。江东上下便随刘使君、卧龙先生共抗时间管理局。我曹操一生不服天命，今日也绝不会向所谓的历史必然性低头。曹孟德在此立誓，倾尽北方之力，共保文明存续。三国同心，其利断金。应对此，即刻启动终极防御计划，全力研发时间矛干扰器。工匠们正日夜赶工，打造时间矛干扰器。所有部件必须精准无误，干扰器的能量核心是关键，绝不能出任何差错。终极防御备战进度提升，时间矛干扰器研发完成80%。北方士兵在锻造兵器，江东水军在演练协同战术，荆州百姓在运送物资。民心所向，便是我们最强的后盾。三国军队已完成集结，随时可以投入战斗。好，就等干扰器完工，与时间管理局决一死战。刘备深夜到访，与卧龙对坐饮酒。
卧龙此次决战凶险万分，若有不测。陛下放心，卧龙必竭尽所能护我华夏文明。还记得三顾茅庐时，你说要与我共创有序之国。如今虽未完全实现，但百姓已能安稳度日，这都是你的功劳。卧龙此生不负陛下，亦不负本心，无论结果如何，都无怨无悔。若能胜此一战，我必放权于民，与三国共推文明发展；若败，我与你共赴黄泉，再续君臣之义。三国的能人异士们齐聚祭坛，墨家工匠，道家术士，兵家谋士，共同布下天地人三才阵。三才阵成，可汇聚天地人力，形成能量屏障，抵御时间法则侵蚀。三道巨大的能量波从三国方向汇聚而来，与祭坛能量融合，形成笼罩整个中原的透明屏障。启动所有防御装置，迎接最终对决。时间锚干扰器全面开启，与三才阵能量联动。天佑华夏！时空裂缝急剧扩大，时间管理局的重置核心出现，发出耀眼的金色光芒。抗争无效。华夏文明重置程序启动，倒计时10、9、8。三国联军启动所有科技装置，干扰器发射出能量波，三才阵全力抵挡重置能量，集中所有能量攻击重置核心。江东水军能量已全部输出。北方情报系统锁定核心弱点。无数能量光束冲向重置核心，与金色重置能量激烈碰撞，天地变色，狂风大作。杀！守护文明！重置核心的能量爆发，一道身影从核心中走出，身着时间管理局最高制服，面容与老年卧龙一模一样。
是我。我是你无数种未来可能性中的一种，选择了成为时间的守护者，维护历史稳定。我们奋斗难道只是为了成为你？为了放弃改变，屈从于所谓的历史必然性？我错了，我以为维护稳定就是守护文明，却忘了文明的意义在于发展与超越。从今日起，时间线的命运交还给人类自己。老年卧龙解散了时间管理局。华夏文明兴盛，第一次工业革命正式开始。黄月英带领着科研团队调试蒸汽机原型。卧龙在一旁记录数据。锅炉内蒸汽带动齿轮缓慢转动。成功了！利用蒸汽膨胀做功驱动机械，效率是人力的10倍。下面来说说接下来的安排。蒸汽机是工业革命的基石，下一步推行标准化生产，让零件可互换，同时建立公立学堂，普及数理知识。工业革命核心技术突破，文明发展速度提升50%，历史偏离度稳定。刘备、孙权、曹操的代表前来观摩蒸汽机。这些东西前所未闻呐！此等神物可助我江东发展水运。由于新式机械作坊取代了部分手工摊位，失业工匠围在作坊外进行抗议。机器抢了我们的活路，还我们生计！作坊主与工匠争执不休，只好由治安官来维持秩序。技术进步不是要淘汰人力，而是解放人力。我们可开设技术培训班，让失业工匠学习操作机器。工坊主需优先雇佣培训合格者。若能学会新技术，我们愿意尝试。卧龙开始下令推行技术转型扶持政策。地球是圆的，我们身处的华夏只是天下的一部分。
学堂内，孩童们围着简易地球仪，老师讲解天地运行之理。卧龙前来视察时，看到孩童们在进行数理实验，满意点头。学堂不仅要教知识，更要教格物致知的道理，让孩子们敢于探索未知。目前已有300余名孩童入学，涵盖平民、士族子弟，甚至有少数民族孩童。公立学堂体系初步建立，人才储备速度提升40%。商队整装待发，骆驼背上装载着改良的农具纸张、简易纺织机的零件。先生放心，我们会按您的吩咐，将基础技术传授给罗马、贵霜的商人，同时带回他们的特产与技术。核心技术不可外传，重点传播农业、手工业基础技术，促进文明交流。数月后，罗马商人带着玻璃制造技术回访华夏。华夏的技术太神奇了，希望我们能长期合作。文明因交流而进步，愿我们共促发展。时间管理局残余成员身着游牧民族服饰，向匈奴单于献上改良的骑兵装备图纸。只要你率军南下，我们会帮你获得更强大的武器，推翻三国统治，恢复正统历史。若真能打败三国，漠北就是你们的容身之地。漠北检测到残留时空能量，疑似时间管理局残余活动。他们不甘心失败，想利用游牧民族颠覆我们的文明。我们需立刻通知边境守军，加强戒备。卧龙开启三国同盟通讯通道，向周瑜、郭嘉传递预警信息。什么情况？
匈奴骑兵大举南下，冲向三国联军防线。联军士兵推出突火枪原型，枪口对准骑兵。准备，发射！突火枪威力虽强，但用于战争太过残酷。火药的威力远超预期，我们可以用它开采矿石、修建水利。传令下去，火药核心技术严格管控，只用于工程建设，严禁用于战争武器研发。曹操的代表提议将火药用于战争，彻底消灭游牧民族威胁。匈奴反复南下，若不用重器震慑，永无宁日。火药用于战争，可一劳永逸。江东水师若装备火药武器，可稳固海防，抵御外敌。火药是文明进步的工具，而非屠杀的利器。今日用它对付匈奴，明日就可能用它对付同胞，最终只会让文明陷入毁灭。我们要建立的是永续之国，而非依靠暴力的霸权。攻城用途的火药可造福百姓，战争用途的火药只会带来灾难。卧龙向众人模拟出火药武器大规模使用后的惨状。三国最终达成共识，禁止火药用于战争。三国联军运用攻城火药，修建防御工事，阻断匈奴退路。同时以限定工程改造款的突火枪进行威慑，展开心理攻势。只要你驱逐时间管理局残余，承诺永不南下，我们可与你互通贸易，提供农业技术。匈奴内部因战事不利产生分歧，部分部落首领支持与三国和谈。时间管理局残余成员试图煽动，被单于下令逮捕。我愿驱逐残余势力，与三国结盟。残余成员被押解出境，时空能量信号消失。时间管理局残余威胁解除，时空稳定性恢复正常。文明的敌人从来不是不同族群，而是妄图操控命运的野心。
卧龙，我能多活10年，见此盛世已无遗憾。刘禅年幼蜀汉基业，就托付给你了。陛下放心，卧龙必辅佐少主，守护华夏文明。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凡事多听丞相与诸位大臣的意见，与无畏和睦相处。刘备病逝，皇宫内一片悲戚。关键人物刘备病逝，历史延寿10年，文明发展轨迹稳定。刘禅继位后，卧龙提出丞相轮值制与科技伦理委员会方案。丞相轮值制由蜀吴魏3国各派代表轮值，共同处理同盟事务。科技伦理委员会负责审核所有新技术研发，避免技术滥用。方案经众臣讨论后一致通过。周瑜郭家的代表前来祝贺刘禅继位，并认同制度方案。轮值制可避免权力集中，伦理委员会能守护文明底线，我等赞同。愿与无畏同心，共守盛世。文明制度创新生效，权力制衡体系建立。卧龙向刘禅递交了辞呈，请求辞去丞相之职。如今制度已成，朝堂有能臣辅佐，卧龙愿退隐山林，成立格物院，专注科技研发，为文明铺路。刘禅挽留无果，只得同意。百姓夹道相送，为卧龙送行。卧龙先生，保重！卧龙与黄月英前往隆中重建格物院，终于可以安心做科研了。文明的进步需要有人冲锋陷阵，也需要有人默默铺路。
老年卧龙手持自制望远镜，观察着星辰。我们改变了历史吗？不，我们只是证明了历史可以被改变。观测周期结束，人类文明通过自由意志与合作共赢测试，正式加入文明成长保护计划。那是其他文明的光芒。夜空中无数光点亮起，形成璀璨的光带。宇宙浩瀚，文明万千，我们的征途才刚刚开始。宇宙的那边是什么？天机系统使命完成，即将剥离宿主，愿宿主在新的征途上扬帆起航，一帆风顺。剥离倒计时。这就是卧龙的一生：创造文明，守护文明，延续文明。未来不是一本写完的书，而是我们每天正在写下的字。